越迟。起来了。2022年就这样子过去了。2022这一整年呢，我几乎有98%以上吧，都是在马来西亚生活。所以呢，这一期影片就想来做一集2022的回顾，看一看在2022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东西，完成了什么东西。现在吃早餐。在2022这一整年里所经历的所有东西，多半呢都还是围绕在疫情这2个字上面。虽然很多个国家都在讲是后疫情时期，但几乎一整年里大概有3/4的时间吧，我们全部人都还是在跟疫情作伴。可是呢，就到了在年尾的时候，大概12月份吧，可能是因为圣诞节跟1月1号新年的关系，所以那个疫情的感觉就没有那么重了。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今天呢，来到 Ray 的 studio， 帮他做一点拍摄，他在那帮我修头发。纪少呢，今天也是有参与一些拍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化妆师小婷，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是小婷，在 KL 马六甲 baby 都有接化妆。小婷有在 Astro 帮人家化妆的，对不对？对。如果观众要找你的话，是不是联系你的 IG 就可以了？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他的店也可以。要联系 Ray 也是可以。OK， 所以纪少已经画好了。那么现在就到我啦，拜托你喽，小婷。好。这是我们的摄影师，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郑豪，郑豪，是 Ray 的小弟。然后他有帮一些艺员啊去做一些拍摄工作的。你们私下接工作吗？有，但是太忙了，还是要看时间，都可以来找 Ray。不用紧，可以追踪一下 Ray， 还有郑豪。耶。我们来问一下 Ray， 在这1年里有什么感想？我的感想是 Jack China 的到来，我太开心。他那么客套可以了。经历的东西不同了，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希望明年越来越好。对，希望加油。还有要去看他的改造的，我会放在这边，我会放在这边。2022年回看过去，其实发生了蛮多事情的。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在2021年的年尾，大概是12月这样子吧，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呢就已经开通了 VTL， 所以呢，在2022年的1月份里，我就已经完成了用 VTL 来回新马的整个过程。之前我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的整个过程，by VTL land 全部都已经收好了，要准备出门了。那个时候其实有蛮多人是因为 VTL 的关系，所以才可以回到家里见家人的。2月份呢，就是疫情后那么久，我终于可以回到马来西亚，跟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孩子一起过农历新年了。看前面 OK， 看前面。在那个时候呢，我也已经注册了成为 GrabFood Delivery Driver，I mean 是在马来西亚的，就是用汽车来送餐。讲真的，这还真的是我第一次送来警察局的宿舍。前面就是士乃机场。现在呢，我就要揭晓我一整天下来总共赚了多少钱。因为想要尝试一下在马来西亚送餐的话，用汽车啦，会是什么感觉？而且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我的 side income 这样子？接下来呢，3月也没有什么特别，一样的在拍影片，经营我的 YouTube。来到了4月份，就有一个蛮重大的事件发生了，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边境终于大开了。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拍了来回新马的影片。今天是2022年的4月1号，已经好久没有用你了，耶！观众朋友们，我已经出来了。May I ask about inquiry regarding the vaccination status? 就是在4月1号当天，这个是蛮振奋人心啦。就是疫情那么久哦，终于全部人都可以自由来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个 moment 是蛮感动的，应该算是在2022年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事件吧，我是这样子觉得。5月份开始呢，马来西亚就已经开始实行在户外不需要戴口罩。想戴口罩？我没有戴口罩啦。他应该是受不了这种压力。
20-30%是没有带的。所以这里呢就明显了，那个时候新加坡已经在之前的1-2个月已经实行了，那个时候全部人都还在适应当中，因为在外面如果不戴口罩的话，好像被人家当作是怪物这样子。2022年的6月，就是我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的1周年，在那段时期呢，我就做了一个 Q&A， 让大家知道我的心情转变啊，还有我到底有没有后悔之类的。是的，整整1年了。Hello， 大家早上好，杰克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满1周年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量发问。第一个问题，有后悔吗 ？YouTube 平均收入多少？你是不是打算在 Malaysia 发展了？而且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就已经跟我的前经纪公司已经在谈着解约的东西啊，就是我没有跟他们续约，因为我决定要自己出来开公司，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公司。7月份开始呢，我就一直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之间不停穿梭的拍摄影片，有时候在新加坡拍片，然后有时候在马来西亚拍片。8月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全家都中 COVID。Oh my goodness！ 到底是在哪里染回来的？其实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啊。我们不用戴口罩了。是小番薯跟鸡嫂确诊的第2天，确诊了，我感想。Negative， 你看人家在赌博呀，因为你在赌博咩？可是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感觉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吧，所以就算是中 COVID 都好哦，我们的感觉是没有很 sad， 也没有很 down， 就很 peace 很平静这样子。可能这个就是家庭的力量，我不懂。接下来的9月、10月、11月、12月也没有什么特别，就一直在拍影片啊、接业配啊、跟厂商交接啊，就这样子忙忙碌碌的。2022年一下子一眨眼就过了。还是一句很老套的话啦，光阴似箭，真的是一眨一下你的眼睛，1年就这样子过去啊，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OK， 所以在2022年里呢，我到底有什么突破？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应该就是我自己跑出来开公司吧，因为知道观众你们也懂啦，我之前是跟一家自媒体公司有签约的 ，SM 我是他 so-called 旗下的 content creator 这样子啦，然后就大概在6月、7月的时候吧，我就跟他们解约了，也不知道是哪一根筋烧到还是怎么样，就跑出来自己开了一间小小间的自媒体公司，就想说既然都从新加坡回到来了，为什么不要直接自己 try 一下，试一下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讲这个是突破呢？因为其实哦，对以前的杰克来讲算是高风险的工作，因为没有办法每个月定拿薪水，有起有落的这种工作性质啊，也不懂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就有这种想法，想回来自己闯一闯，试一试。当然间中真的创业一点都不简单，可是学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2022年对我来讲呢，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再来呢，就是我的频道里面多了2个系列，一个系列就叫做番薯出走系列，那个系列呢是带大家去走走看看啊，介绍一些旅游景点或者是我平时有去的地方，比较偏向于旅游类型的影片吧。然后第2个系列呢就是陪你回家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就是透过访问的方式，然后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的内心想法，跟受访者来一个交流这样子。多数受访者呢都是介于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生活的马来西亚人，当然如果是新加坡人或者是外国人有兴趣，或者是我有这个荣幸可以让你们成为我的其中一个受访者的话，你们可以点击那个影片底下的描述栏，里面有一个 link 哦，你可以去填写你的资料，然后我们会选出来。这个系列其实更新的蛮慢的，因为我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做，每个细节都好，我觉得慢工出细货，当然还在 improve 当中，我不可以讲是完全180%的哇
top video 啊什么啊，没有，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只是我想要走这样子类型的影片，是我一直很想拍的影片类型。所以呢，请大家敬请期待，我还在 plan 出下一集。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我的之前的影片看一看，陪你回家系列。OK， 那么第3个突破呢，就是我已经开始慢慢习惯了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不管是生活上啊、消费上啊，生活中的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东西，都已经在一步一步的逐渐适应当中。Which is compare 我之前在新加坡生活呢，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其实老实讲一句啊，习惯是蛮重要的。So far so good， 一切都还不错。以上呢就是我在2022年里面的3大突破了。来讲一下，在2022年里面，我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最近才刚发生不久，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就这样被归纳为2022年里面最为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被云顶邮轮邀请到他们家的邮轮去了一个6天5夜的邮轮之旅。还没有看影片的可以去看一看，从新加坡到巴生港口，然后到槟城，然后再到普吉岛，再回到新加坡。因为讲真的，2022年哦，我们一整年都非常的忙工作。忙照顾小孩，忙怎么想办法为家里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但是就突然间收到了云顶梦号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高兴，可以一边工作又可以一边玩。对我来讲，这不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想要追求的东西吗？所以当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好的，虽然是很辛苦啦，因为带着小孩然后又要拍摄，但是 overall OK 那个 rating 是很高的，这个就被归纳为2022年里面最开心的一件事情。然而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呢，也可能是因为最近发生的，就是如果你们有追踪我的观众也知道，最近我发生了在新加坡租房的租共纠纷。这个呢是我万万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之前租房间的经历都是非常的好的，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我这一次的信任给错人了，然后再次让我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个防备心已经被增高了非常的多，我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可以很随意的把我的信任给一个陌生人这样子，所以我也不懂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当然在镜头面前我可以很坦荡荡的很坦然的跟你们讲这件事情，但是当我在对一个陌生人面对面的时候，可能我的那个信任程度没有办法可以就直接就给他了，你懂吗？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好的地方啊，而且也归纳为2022年最为不开心的事情。如果你们想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话，可以返回我近几期的影片去看一看吧。接着呢，就来谈一谈在2022年里面最值得珍惜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最值得珍惜的事情就是可以无时无刻的跟我们的女儿在一起，我继嫂，我女儿，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家人。这个就是那时候为什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决定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但是呢，我这边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很奇怪的是，我们回到来过后，对吗？虽然我们非常珍惜每一个 moment， 可是当人在拥有了之前你想得到的东西过后，那个珍惜程度在你还没有拥有之前对比起来，现在呢相对的会变低很多。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一个很切实的感觉。我给你们一个 example 啊，之前我们还没有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无时无刻每个晚上我跟继嫂都会在房间讲，哇，很想念女儿啊，然后好想抱抱她啊，然后好想跟她一起睡觉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呢，我们现在每天都跟她做这之前我们一直很期盼的事情，每天黏在一起嘛，然后有时候她也会吵吵闹闹嘛，反而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她好烦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珍惜程度会降低那么多？当然无可否认啊，无时无刻我们都可以见到她，而且也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去吃饭啊，一个电话一来我们就可以出去吃饭了，这个是真的。对，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当人在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过后呢，就会开始不珍惜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事情。还是我们习惯了过后就觉得这些东西全部都理所当然？那么到底是还没有拥有之前来得好呢，还是拥有了过后我们必须想办法去怎么维持这个所谓的珍惜感？其实这些都很值得深思啊。But anyway，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相思之苦是真的没有以前来的那么高，可以讲是完完全全变成零了。这个呢，就是我在2022年里面可以被列为在我人生当中最为珍惜的事情。
2022年对我来讲，它不算一个好年，但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讲，它是人生中的其中一片章节，不只是对我，对你们每个人都一样。在这一年里所发生的事情呢，当然也是有好有坏，有酸甜苦辣。好的东西我们就尽情去享受，坏的东西我们就当作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感谢在2022年里面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感谢所有对我们好的人，也希望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篇章里面自己去领悟。我们没有必要去攻击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反而我们把这些精力留给我们身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不是更好吗？2022年就这样子过去了，在这里就跟2022讲一声拜拜，然后让我们一起期盼2023，希望2023会是一个超级的好年，让我们一起加油，再见2022，Hello 2023。